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最近有在关注科技和绿色能源的朋友，心里可能都有个巨大的问号。我们天天看着新闻高喊绿色转型、前进能源，但为什么二级市场上的洁净能源板块最近却跌得惨不忍睹？很多人看着手里腰斩再腰斩的太阳能跟风电股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里嘀咕着，绿色能源难道只是一场泡沫吗？先等一下，摩根大通最新发布的洁净能源研究报告，用冰冷且震撼的数据帮我们亮出了底牌。原来，传统的风电和太阳能确实正陷在产能过剩与高利率的泥潭里，但一场由晶片巨头辉达亲自下场，以计算架构为核心的 AI 储能革命，此时此刻正在废墟中悄悄点燃。今天我们带大家看清全球最聪明的钱是如何果断抛弃旧绿能，全面转向 AI 智能电网这张终极底牌的。首先，摩根大通在今天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他们所覆盖的全球洁净能源板块在过去一周平均下跌了 6.5%， 表现远远落后于同期仅下跌 2.5% 的标普500指数。在这场板块大失血中，最惨烈的重灾区就是传统的家用太阳能巨头，比如我们熟知的孙润，单周股价居然直接雪崩了 20.1%。 为什么太阳能会跌得这么惨？摩根大通分析指出，在高基准利率维持更久的新常态下，居民安装屋顶太阳能的贷款成本高得令人望而生畏，加上上游电池与组件产能过剩，导致整个传统光伏产业链正经受着去库存与需求冰封的双重暴击。这说明过去那种单纯依赖补贴和概念炒作的旧绿能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就在旧绿能多头丢盔弃甲的同时，网通与储能板块却惊现了一颗闪耀的逆势新星。摩根大通报告披露，同样在他们覆盖名单中，先前表现平平的储能巨头 Fluence Energy， 在过去这一周内，居然顶着大盘下跌的重力，逆势疯狂暴涨了 21.4%。这高达 21.4% 的暴涨背后，正是因为 Fluence 砸下了一颗震撼全球制算界的深水炸弹。他们正式发布了与晶片帝王辉达以及工业巨头西门子深度联合开发的 AI 数据中心储能参考架构。要理解这项合作的划时代意义，我们就必须回到物理世界和微电网通信工程的底层逻辑。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当成千上万颗辉达最新的 Blackwell 或者未来超高功耗的 AI 晶片被塞进同一个数据中心时，他们在进行极限模型训练时，电网的用电负荷是呈现非线性甚至爆发式的瞬间脉冲。这种恐怖的电量起伏会瞬间让传统的公共电网过载，甚至发生局部崩溃。而 Fluence 辉达与西门子联手打造的这套全新架构，其精妙之处就在于，它将辉达的 AI 计算大脑、西门子的精密工业控制系统与 Fluence 的高阶储能电池进行了深度的物理融合。当数据中心运算量暴增，电网负荷拉满时， AI 系统会在微秒级的时间内进行智慧预判，调动储能电池实时进行削峰填谷与无功补偿，确保数据中心的供电稳如泰山。这项技术的落地，实质上将储能从一个传统的后备电池升级为了 AI 数据中心不可或缺的智慧防御心脏。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全球最顶尖的云端巨头此时正在疯狂绑定这项全新的智算储能技术。除了储能，在这场由 AI 算力电力缺口倒逼出来的能源大变局中，传统的发电与电力设备商也正在悄悄捕获海量的实体订单。摩根大通在报告中特别提到，电力设备龙头 Generac 近期正式斩获了某家超大规模云端巨头的备用电力系统采购大合约。这项大单的落地，再次印证了在实体世界中，前进稳定的备用发电机与网通重构设备已经成了科技巨头们扩建数据中心时最优先抢夺的稀缺资源。同时，工程建设巨头 Argon 也因为多个发电与网通项目顺利达成里程碑，交出了极其强劲的最新季度财报，股价逆势上涨 4.2%。这一连串来自微观企业的实质反馈，向全球资金展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绿色投资版图。资金根本没有离开能源领域，而是正在经历一场从虚拟绿能故事向着 AI 算力基建保障的史诗级乾坤大挪移。对于这场洁净能源板块的极致分化，华瑞认为，
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绿色投资已经正式跨越了低端产能恶性竞争的初级阶段，大步迈入到了与 AI 智算架构深度绑定，提供刚性物理保障的下半场深水博弈。市场长期以来严重低估了 AI 数据中心对电力质量与电网弹性的极苛刻要求，天真的以为只要疯狂兴建风电和太阳能就能解决能源问题，却忽略了在物理世界中，如果没有 AI 智慧储能系统的实时调节，不稳定的风光电只会给电网带来灾难性的波动。当 Fluence 凭借与辉达一体化架构暴涨 21.4%， 而 Sunrun 因需求低迷暴跌 20.1%， 这在实质上说明资金正在加速从那些无技术壁垒且面临产能过剩的传统光伏制造商中撤离，将防线迅速转移到能直接嵌入 AI 算力供应链的智算储能与电力设备龙头中。同时，华瑞认为 Generic 与超大型云端巨头采购合同的签署是全球科技与能源板块融合的又一个里程碑。华瑞认为，在美债10年期殖利率持续拉锯的2026年，单纯依赖政府补贴生存的绿能项目会面临极其惨烈的去杠杆考量，而这些手里握有云端巨头刚性订单、产品具备极高物理壁垒的电力保障巨头，其盈利的抗震防御弹性将会超乎想象。这将会推动全球主权基金和最敏锐的避险资金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持续调整对能源与材料板块的配置权重，重新分配到具备 AI 智算储能、高阶配电与备用发电技术的核心龙头中，重塑全球资金的套利防御版图。当然，在我们乐观看待 AI 储能与智能电网迎来爆发的同时，专业的研究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转型期可能面临的双向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先进 AI 储能架构在不同地区电网进行实质并网与合规准入时的时间摩擦。摩根大通指出，各国与各州对于电网安全、电池热失控防护以及微电网调度的法律法规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如果 Fluence 的全新智算架构在海外市场的合规审批进度慢于预期，将会直接拉长项目的交付周期，进而影响利润兑现的流速。第二个风险是核心原材料与高端电力组件的供应链瓶颈。报告中提到，不论是备用发电机、高阶变压器，还是用于 AI 储能的高密度锂电池，其目前的产能释放依然受到特定亚太供应链的制约。如果在2026年下半年贸易限制或关税壁垒进一步升级，高端组件的断供将会直接压低相关板块的估值反弹斜率。摩根大通这份最新的周报为我们揭开了全球 AI 下半场最硬核的能源物理保障战役最真实的底牌。这是一场传统光伏泡沫无情出清， NVIDIA 智算架构确立 AI 储能刚需，备用电力大单锁定利润爆发，而长期电网安全边际不可动摇的立体战役。对于投资者而言，要想在这场 AI 智能电网的大洗牌中看清底牌，做好不对称的防御配置，我们的操作焦点绝不能只看大盘指数每天的名义涨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家密切盯紧2条实务线索。第一，是看 Fluence 与辉达、西门子联合开发的 AI 储能参考架构在各大云端巨头数据中心中的实际装机与排产斜率，这将最直接验证其技术壁垒的含金量。第二，则是密切关注 Generac、Argon 等发电与电力基础设施巨头在接下来季度财报中，其来自超大型云端巨头的新增备用电力订单与积压订单的增长速度。这2项高密度的实体硬指标学起来，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的剧烈拉锯中理清头绪，找到最安全也是最稳妥的跨资产防御与超额溢价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